还不接电话？说好今天是婚纱的。对不起，您拨下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藏了6年，终于不用替你们打掩护了。周哥接亲那句“我回来了”，真的哭死。作为梦瑶和周哥的爱情保密员，今天我正式下岗，祝你们白头偕老。这是我付了定金的那件主花。梦瑶，今天这件婚纱，你说从少女时期就想穿给我看，我回来了，你的愿望，我来替你实现。我和他谈了7年，他却把我的婚礼提前办给了他的白月光。原来他今天不是失联，只是等到了真正的新郎。江先生，沈小姐还是吗？主花那边刚刚有人说临时调走了，是沈小姐本人签的字。那件主花是我3个月前排队定下来的，她想要像月光落在身上，我跑了5家店，刷了年终奖。一白，你看直播了吧？沈梦瑶呢？谁啊？不会是江一白吧？他不是之遥那个朋友吗？别闹，今天大喜日子。一白，你别来，之遥今天很开心，他等这一天等了太久。我跟他约了今天试婚纱。你一个大男人，别把话说这么难听。你们那点关系，之遥从来没公开过，不就是怕你难堪吗？7年，就那点关系。坤坤，谁啊？没事，一个祝福电话。江先生，要不您先进去坐坐。大学社团的师姐，她的闺蜜，她表弟，还有我的同事唐玉安，每个人都笑得真诚。江一白要是知道，会不会哭啊？那是他用了6年的消耗，说是记录工作用的。我先建起一个婚礼，也欠自己一个交代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江先生，沈小姐说尾款让您结一下。江先生，您别为难我们也是刚接到沈小姐的通知，她说您都知道的。我不知道。李白，先帮我把尾款垫了，回头我跟你解释。7年里，他无数次这样说，先别问，回头即解释，等合适的时候，最后每一次都成了我替他收拾残局。江先生，如果您拒付，我们只能报警处理合同纠纷了，毕竟最初的签约人可是您自己。哎，你看直播没？是不是那个新娘啊？拿前男友的钱结婚？也不一定吧，男方看着挺老实的，说不定是个死心塌地的舔狗，那也太惨了吧。江先生，您看要不先付了，别把事情闹大。今天新人那边也有很多亲友，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。一白，你别为难店里了，行不行？沈梦瑶，今天是我们约好试婚纱的日子。建川昨晚回来了。他回来了，你就穿我的婚纱去嫁他。只是一个仪式，那么多年，心里一直有遗憾，我不想再欠他了。那你欠我的呢？梦瑶，酒杯给我。我晚上回去跟你说，别让我难堪。沈梦瑶，我算什么？你别逼我在今天回答这种问题。是谁啊？一个很重要的朋友。一白，别闹了。外面人多，给彼此留点脸。留脸？大学4年同寝，毕业合租2年。你胃出血住院，我背你去急诊；你求职失败，我陪你在天桥吹冷风到天亮；进不了设计院，我把唯一的内推名额给了你。7年兄弟，你现在穿着伴郎服，当众替沈梦瑶和周建川打掩护。欠你先付，回头我帮你劝梦瑶。一白，你别太计较。梦瑶和周哥是青春遗憾，你是现实陪伴，不冲突。对啊，周哥才回来，大家都高兴，你非要在今天闹，是不是太没风度了？现实陪伴，所以现实陪伴活该出钱，青春遗憾负责接吻。话别说这么难听，梦瑶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稳定照顾她，可她心里那个人一直是建熙，这事我们都知道。都知道，只有我不知道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很早。多早？江一白，你审犯人呢？6年前周哥出国那天，梦瑶哭得晕过去，还是坤坤送她去医院的。那会儿你不是也在追她吗？你看不出来怪谁？ 6年前，那天他说低血糖，让我别担心，
我买了粥在他宿舍楼下站到凌晨，他没下来。后来何坤坤告诉我他睡了，原来那晚他是为着周建川哭倒晕倒，而我的好兄弟替他关掉了我的电话。几位，尾款。一白，你要是真爱他，就别让他今天被人笑话。我不付。你非得把梦瑶逼到难看是吧？平时装的多深情，关键时候连这点钱都舍不得。梦瑶没选你，也不是没道理。上节了吗？别耽误孩子敬酒。沈太太，江先生这边暂时不同意。让他接。一白，阿姨一直觉得你稳重，今天梦瑶人生大事，你别添乱。阿姨，我和梦瑶也订了婚。那只是你们年轻人私下闹着玩，我们沈家从没承认过。7年，逢年过节送礼，永远以朋友身份进门。他说父母保守，要慢慢来，到头来只换来一句闹着玩。尾款你先结了，算阿姨欠你个人情。年轻人别太小家子气。听到了吧？别让长辈失望。哪位是江以白先生？沈小姐让我送来的。今天先借剑川用一下，别生气。这枚戒指是我攒了2年前买的，内圈刻着他的名字速写。现在女戒正戴在周建川手上。梦瑶今天事情太多，估计是忙糊涂了，拿错了。借一下怎么了？戒指是死物，人开心才重要。江一白，你别一副天塌了的样子，行不行？那你把你爸妈的婚戒借给别人结婚试试。你有病吧！江先生，不然我们现在派人去现场，先把戒指取回来。但仪式那边已经完成了。一白，走吧，我们去现场。你当面跟梦瑶谈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让他自己来。你别给脸不要脸。周哥刚回来，大家都在兴头上，你非让梦瑶跑来哄你，你算老几啊？你疯了！这种事你报警，你让梦瑶以后在圈子里怎么做人？他拿走我的戒指，冒用我的合同消费，我报警有什么问题？你一个大男人别这么斤斤计较行不行？梦瑶又不是不还你。今天周家那边长辈都在，你闹大了就是毁人婚礼，那不是我的婚礼吗？江先生是吧？剑川哥让我带句话。这里有2万，算补偿你的定金。做人别太难看，梦瑶姐和我哥是真爱，你夹在中间挺没意思的。当然，你要是缺钱，可以去现场敬杯酒。今天宾客多，大家凑凑，给你封个大红包啊！一白，这就对了，拿了钱，拿着，让周建川滚过来！你他妈给谁甩脸呢？你忍一下，别让梦瑶讨厌你。江一白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周景，你没事吧？梦瑶姐，我就是好心来送钱，他不领情就算了，还骂剑川哥。江一白，今天这么多人看着，你一定要让我难堪吗？沈梦瑶，是你穿着我的婚纱，戴着我的戒指，跟别人办婚礼。我说了，只是仪式。接吻也是仪式，交换戒指也是仪式，让全世界祝福你们也是仪式。一白，差不多行了。梦瑶都亲自来了，你还要她怎么样？一白，我们回家谈好不好？回哪个家？我们那个家，还是你和周瑾的新房？你听听你这话多难听啊！梦瑶一个女孩子，当着这么多人向你低头，你还想怎样？他低头了吗？他婚纱还没换。江一白，我今天真的很累，剑川等这个仪式等了10年，他身体不好，不能受刺激，你就当帮帮我行吗？他身体不好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怎么哭了？没事。江先生，谢谢你这些年照顾梦瑶。这个确实不合适，我回头让梦瑶还你。今天先别闹，行吗？现在摘。一白白，戒指已经戴上了，当场摘不吉利。
所以你也知道这是婚戒。这样吧，江先生，你今天的所有花费我写欠条，别为难梦瑶。江先生，做人要懂得适可而止。你和梦瑶没有领证，她选择谁是她的自由。是梦瑶，这也是自由吗？江先生，别拿旧照片影响她。有些东西没必要翻旧账。简七，你别这样。对不起，我太急了，我怕他情绪失控伤到你。一白，修手机的钱我出。你还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我明白，可今天不是谈这些的时候。回去吧，别让大家都下不来台。6年前，梦瑶在医院，你骗我她睡了。你现在翻这个有意思吗？有。这6年，你帮她和周建川打过多少次掩护？江一白，你别乱扣帽子，谁没个过去？我只是希望她开心。梦瑶有错，难道你就没错？你明知道他心里有人，还非要耗着他欺你，不就是赌他会被你感动吗？江先生，感情不能勉强，你照顾她，我感激，但梦瑶不欠你婚姻，她欠我钱。过去4年，同居的房租水电都是我付。她说工资要存起来买我们的小家，钱去哪儿了？我现在不想猜。江一白，你非要把我们之间算得这么难看？是你们先把我算成外人。哼，你这样斤斤计较，难怪梦瑶不敢公开你。建川，各位，别在店里吵了，这生意还做不做了？走吧，宾客还等着。江先生如果要钱，让律师联系我。一白，我晚上回家。别回了，别把话说死。你离不开他，他也离不开你。江先生，他们走了，这尾款还是得有人处理。我不付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刚才谁报的警？警察同志，是他敲诈我们婚礼现场。警察同志，他追不到我嫂子，就来云溪官家闹事，还折断我的银行卡，威胁我哥。你说我的手机被周建川踩坏，里面有支付凭证，还有一枚戒指，是我购买的定制婚戒，他现在正戴在手上。人呢？婚礼现场。不能去，今天是我哥大喜的日子。你们大喜，别人财物就可以随便拿？一白，你真报警了？你是什么身份？我是新娘母亲。警察同志，这事儿纯粹是家庭纠纷，不用麻烦你们。阿姨，我不是你们家人。你和志尧7年感情，说这种话不伤人吗？刚才您不是说订婚只是闹着玩吗？你非要在外人面前让我难堪？难看的不是我。江一白，你别忘了，志尧跟你这些年也吃了不少苦。你租的那套小房子，他住的委屈。逢年过节，他还要陪你应付那些普通亲戚。应付？我父母在县城开早餐店，逢年过节给他寄腊肉、米糕、手织围巾，原来在他眼里叫应付。建川不一样，他和志尧从小认识，门当户对。你要真为志尧好，就别挡他的路。那为什么7年前不让我知道？因为你适合照顾人。建熙那几年在国外，志尧身边总得有人陪着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是朋友，互相照顾很正常。财务争议可以协商，不成走诉讼。手机损坏和店内肢体冲突，我们先做登记。至于戒指，最好当事人到场说明。志尧，你马上带建川过来，警察在。妈，不行，宾客还在等我们切蛋糕。江一白把事儿闹大了，马上过来。戒指呢？什么戒指？我刚才戴的是自己的。江先生说戒指是他的定制婚戒，有购买记录。周先生，你刚才是否佩戴过？仪式上确实戴过一枚，
但那是之遥准备的。后来敬酒不方便，我就摘下来给他了。戒指在我这儿，多大点事儿，何必弄得这么难看？不是真美。江一白，你别得寸进尺，戒指长得都差不多，你怎么证明这不是你的？购买发票、定制记录，还有内圈刻字，之遥名字缩写加我们的纪念日。这枚内圈是光的，只是婚庆公司的道具戒指。江先生，你当着之遥家人的面说这些，不太合适吧？偷戴别人的婚戒就合适了。你还有完有没完？知琪今天穿着婚纱站在这里，被你逼问这种事，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恶毒？妈，你别管，这种人就是不能给他脸。女士，动手是不对的。我是一时着急。这巴掌，你觉得我该受吗？一白，我妈不是故意的。行。一白，这位女士，请你立刻向江先生道歉。对不起，可以了吧？警察同志，既然误会都说清了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酒店那边宾客都在等。没说清，戒指呢？江先生，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复杂，也许是婚礼现场太乱，不小心弄丢了，丢了我赔你就是了。定制戒指无法替代，那你想怎样？现在去现场找？不行，现场那么多长辈和亲戚，警察跟着过去像什么样子？我们沈家的脸往哪儿搁？既然财物可能在现场，我们有责任陪同查看。这样，你仔细想想，戒指是不是已经还给江先生了？你好好想想，刚才在更衣室是不是你拿给他的？我不记得了。既然都不记得了，那就去现场。别怕，有我。接下来，请新郎新娘切开属于他们的幸福蛋糕。亲家，这都是误会，一点小近况。一白，你真把警察带来了？我们接到报案，需要查看一下刚才的新郎新娘休息室。警察同志，今天是犬子的喜事，东西丢了我们照价赔偿，别扰了客人的兴致。这不是赔不赔的问题，当事人要求找回个人定制物品，请配合。孟瑶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戒指是你准备的吗？妈，小误会而已，马上解决。闭嘴！你刚回来就闹出这种事儿，还嫌不够丢人？哎，这不是直播评论里那个江一白吗？听说是新娘现男友，不是吧？那今天这婚礼算什么？江先生，差不多得了，你真要把梦瑶毁掉？毁她的人不是我。没有找到戒指，我就说他胡搅蛮缠，现在找不到怎么办？是不是该给我个磕头道歉？警察同志，我刚才在男更衣室捡到个小盒子，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找的？怎么会？在哪里捡到的？男更衣室洗手台下面，我以为是客人掉的，就先收起来了。男更衣室人那么多，这根本不能证明是我哥弄坏的。确实不能，但戒指怎么会从你手上跑到男更衣室？敬酒前我摘了，可能随手放在休息室，被别人拿走了。酒店走廊有监控，去查一下就清楚了。够了吧？戒指都找到了，大不了赔钱，你非要逼死人吗？你怕查到什么？我怕你后悔。何坑坑，你什么意思？走，去监控室。亲家母，你们不是说孟瑶是单身吗？这个江先生到底是谁？这就是关系比较好的普通朋友。别哭了，等周哥办完这个仪式，你晚上再回去哄江一白呗。他那么好哄。他今天准备跟我求婚的。那更好啊，2个婚礼都不耽误。反正你又没跟周哥领证。借他的戒指才像赢。关掉！快给我关掉！周建川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摄像师乱剪的。周先生，这是你们要求的花絮备份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切到大屏的。你说，借他的戒指
才想赢。志尧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气话，我只是太在乎你，我嫉妒他。志尧，小心！你们都知道，你们全都知道。志尧，今天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先把仪式。什么时候是时候？你们让我骗一白，让我先完成仪式，说他会原谅我。你们说剑川刚回来不能再等，你们说只是一个仪式不算背叛，你们都在骗我。沈梦瑶，你别把责任都推给别人，今天是你自己愿意来的，没人拿刀架在脖子上逼你穿这身婚纱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志尧，我等了你10年，我只是想要个名分。名分？你带着别人的女朋友办婚礼，还用别人的戒指要名分？周建川，我们周家对不起这个人。今天到此为止，所有宾客散席。亲家，孩子们是有感情的，别因为一点误会就……谁是你亲家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监控结果出来了，周建川独自进入男更衣室，出来时手里空了，再往后没人接近洗手台下方。戒指损毁虽难判定故意程度，但财物损坏事实清楚。周建川，请你跟我们去清河路派出所做一趟笔录。可以，我配合。你以为这样就赢了？只要心里爱的是我，那祝你们所死。哼！一白，江先生，请相关人员一同去做说明。你还嫌不够乱，先把宾客送走。妈，爸手术那笔钱你们是不是一直没还？你在胡说什么？现在提这个干什么？还有房租、生活费、婚纱定金、戒指。一白，我不知道你一个人扛了这么多。你不知道，是因为你从来没问。江先生，走吧。江一白，你满意了？还没。你还想怎样？借款、房租、医疗垫付、婚礼支出，我会整理一份明细给你。你和志尧谈恋爱花点钱怎么了？男人跟女人计较这些不丢人？这里是派出所，控制情绪。一白，我们谈谈。我送你们回去。你还有资格送谁？一白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我没想害你。你只是帮他们瞒着我、骗我，按着我付钱，再劝我别闹。我喜欢他，从大学就喜欢，可他只看周建川，后来又和你在一起。我想着，只要他开心，我做什么都行。你以为我替周建川打掩护？我是在替他打掩护。我知道他离不开你，也放不下他。我以为只要两边都稳住，他至少不会崩。坤坤，你疯了吗？我早疯了！你每次和徐白吵架，哭着给我打电话；每次周建川发消息，你让我帮你想怎么回。你说你欠所有人最欠的人是我，至于我也等了你7年。原来这场戏里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深情，只有我像个被蒙住眼推上台的配角。我从没让你等，但你也从没拒绝我陪着你。沈梦瑶，你身边还真不缺男人。你闭嘴！怎么，现在开始是装受害者？今天的婚纱是你自己穿的，戒指是你自己递给我的，直播是你自己点头的。江一白在云溪婚嫁找你的时候，你手机就在我手里，你也没让我接。所以，你当时知道我在满世界找你。我害怕，一白，我怕你一接电话我就走不下去了。你已经走完了。一白，你去哪儿？一白，你别走！一白，我错了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回家。我没有跟他领证，我真的没有。今天那个仪式根本不算数，我们还可以结婚的，对不对？沈梦瑶，我不捡别人婚礼上的新娘。一白，你开门！瑶瑶，你脚流血了，快起来！滚开！别碰我！一白。
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证明给我看，穿着你最想穿的婚纱嫁我，哪怕只是一天。李白会受伤，还只是一天，他不会离开你。你不是一直说他最懂事吗？你要赶我走？你的东西拿走。你翻了！你放在我们共同的床头柜里。一白，我不是不爱你，我只是分不清。我和剑川从小一起长大，他出国前说会回来娶我，后来他没消息，我以为我可以开始新生活。你太好了，好到我舍不得放手。所以你两边都要。我知道我自私。江一白，你把制药害成这样还不够，网上现在全是熟人传的视频，你让他以后怎么见人？妈，是我错了。你闭嘴！你就是被他拿捏了。他一个普通家庭出来的，心眼多得很，故意在婚礼上闹，故意逼你难看。阿姨，这是借款和可证明的大额支出明细，医疗垫付28万6，婚纱及婚礼合同也由你们支付尾款，定金和戒指损失另算。做梦！同居期间共同生活支出我不追究，但你们明确承诺归还的部分，请1个月内还清。妈，还？你疯了！家里哪有这么多钱？爸手术后那笔保险赔付呢？你说保险没下来，让一白别催，其实早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家里开销不要钱吗？你弟买房不要钱吗？所以你们拿他的钱给我弟买房，他愿意给，谁逼他了？那就走法律程序。你敢！妈，别再闹了！这不是剑川发的，什么意思？这个语气，这几年一直跟你联系的人，不一定是周剑川。妈，你说清楚。我只是猜。你猜什么？后来周家出事，他在国外过得不好，换过号码。再后来，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他不想被你拖累，让我劝你往前看。可我一直收到他的消息，所以我才说不一定。我不知道是谁，我也怕你一直等他，就没管。这几年用周建参旧号给我发消息的人是不是你？我的心沉了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回，只要那个号码发消息，你不管多晚都会回。你会哭，会笑，会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可如果是我，你只会说谢谢坤坤。我没有吊着你，我写的每一句话都是想让你看清自己。你根本不爱江一白，你只是离不开他的好。你也不爱周建川，你爱的是你想象里的少年。所以你一边假装周建川吊着我，一边劝旭白等我。婚礼花絮也是你放的。只有我什么都知道，还陪着你。答案已经清楚，他想毁掉周建川，也想让我退出，最后以为自己能接住沈梦瑶，蠢得可笑，也毒得彻底。 6年前医院那晚，你是不是也动过我的手机？我站在旁边，忽然明白了很多旧事。沈梦瑶那些忽冷忽热，不全是周建筑回来，也有何坤坤在缝隙里不断递刀。可知道这些，并没有让我好受半分，因为每一次选择都是他自己点的头。你来我家楼下，我报警。你还没走，等你把话说完。蚩尤，你可见我？江一白，你有什么资格审我？如果不是你一直站着他，我也不会这样。别把你的错推给别人。但你呢？你把江一白当退路，把周建川当执念，把我当垃圾桶。沈梦瑶，你比我敢。这句话没有错。谁报的警？他冒用他人身份，长期骚扰误导我，还私自调取婚礼设备播放视频。江一白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他最开始喜欢的人是你。艺术节后台，
你说月亮落在地上那个人是他，周建川只是后来替他挡了一次酒，所有人都起哄，你就以为那叫年少心动。你蠢，我也蠢，你最蠢。一白，别说了。我一直以为那天帮我挡酒的人是剑川，后来所有人都说我和他般配，他也对我好，我就把那种感激当成喜欢。可我最开始记住的人明明是你。看吧，你们谁都不清白。这是我所有值钱的东西，我会还钱，工作也好，卖首饰也好，我都还。钱该还，但别拿这个演给我看。我不是演。你习惯了用眼泪解决问题。1个月还不上，就按程序走。一白，阿姨错了，以前是阿姨糊涂，你别把事情做绝。你和志尧这么多年，他现在也知道错了，你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不会了。因为婚礼吗？因为7年，不是一个婚礼毁掉我们，是7年里每一次被藏起来，每一次我被敷衍，每一次他明知道我在等，却先转向别人。我帮你。不用。我跟周建川断了，也跟坤坤说清楚了，我会把钱还清，会跟我妈搬出去，会公开道歉。一白，你能不能看我以后怎么做？不能。为什么连看都不愿意？因为我不是你的考官，也不是你的退路。梦瑶，你听我解释，那个戒指我真不是故意弄坏的。周家现在让我滚出去，停了我的卡，我只有你了。你只有我，所以就来找我。你风光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？你别忘了，婚礼那天是你自己穿上婚纱来找我的。我没忘，所以我不会求以白原谅，我也绝对不会原谅你。梦瑶，你听我说，干什么呢？松手！你再纠缠，我也报警。江一白，你现在满意了？你把我们都毁了！是你们自己走到这儿的。一白，月亮落在地上那天我记错了人，后来我弄丢了你，是我活该。那就别再错下去了。一白，对不起，手术那事儿我后来才知道你垫了这么多，你阿姨做的不对，志尧也对不起你。叔叔，保重身体。以后别联系了也好，是我们家没福气。老姜和坤坤去外地了，他冒用身份的事被警方留了案底，酒店那边索赔，工作也丢了。他走之前喝得烂醉，说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骗沈梦瑶，是没早点让你知道。有些后悔，只是失败后的自怜。不是清高，是账已经结清，多余的东西我不收。
梦瑶，怎么不找男朋友啊？我以前把最好的人弄丢了，不想再祸害别人。新娘要抛捧花了，大家准备。江先生接了花，是不是要请大家喝喜酒啊？江先生，擦擦手，不想接就放下，不用因为别人起哄为难自己。原来真正尊重你的人，不会逼你体面，不会借你的懂事挥霍。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江以白，我男朋友。怎么啦？没什么，只是终于有人把我放在阳光下。自愿赠与38万，7年的垫付，现在跟我说是自愿赠与，连认账都不肯。好，很好。以白啊，你回来了。阿姨今天带李律师过来，就是想把事情说清楚。说清楚什么？说你们打算把还给我的钱再要回去。江先生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，恋爱期间的大额转账，如果没有明确的借贷协议，通常会被认定为赠与。沈太太的意思是，大家毕竟认识这么多年，闹上法庭对双方名声都不好。是啊，一白，那笔钱你和蜜都不是给他的补偿吧？体面点结束，对大家都好。体面？你们在婚礼上逼我付尾款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体面？你们是不是觉得，只要没有借条，我这7年垫付的医药费、生活费，就全了你们口中的赠与？江先生，法律讲究证据。你要证据？好，我给你证据。这是3年前沈叔叔住院做手术，我垫付的8万块，转账备注写的清清楚楚，沈叔叔手术费垫付。这是2年前沈梦瑶说要报培训班，我转给她的3万。7年，每一笔大额支出我都留了底，医药费、房租垫付，甚至你们家买电器的钱，每一分钱的去向用途都有记录。你居然算计得这么清楚！你跟梦瑶在一起的时候就在防着我们。我以前不拿出来，是因为我以为我们在谈感情；现在拿出来，是因为你们在跟我耍无赖。既然你们不认账，觉得这是赠与，那我们就不必私下谈了。江先生，其实这事儿还有商量的余地。没商量，我今天就会联系我的代理律师，准备立案起诉。王律师，我是江以白，对，证据我都整理好了，今天下午我就把材料送过去，准备起诉。江一白，你非要闹得这么难看吗？难看的是你们，门在那边，慢走不送。江先生，你的证据链非常完整，转账备注、聊天记录、医疗单卷，这些足以证明这笔钱的性质是担负和借贷，绝不是赠与。不需要他们赔偿什么精神损失，我只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没问题，起诉双我今天就会拟好。谢谢。审判长，鉴于本案原告提交的部分证据存在争议，我方申请撤回之前的反诉，并请求法庭直接驳回原告的诉讼需求。这笔钱纯属双方恋爱期间的亲情往来和共同生活开销，属于赠与性质，根本无需偿还。审判长，被告方在庭审进入实质阶段突然申请撤诉，显然是察觉到证据对其不利，试图逃避法律责任。关于所谓的亲情赠与，我方有决定性证据提交。这是原告在向被方方主张债权时留存的录音证据。江一白，那几10万我们沈家是借你的，又不是不还，等梦瑶结了婚，连本带利给你就是了，搞得像我们赖账一样。沈阿姨，您亲口承认的借，现在想改成赠与？我那是气话。肃静！根据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及转账记录，本庭认定该笔款项的勤俭借贷性质成立。鉴于本案已进入实体审理阶段，被告方的撤诉申请，本庭依法予以驳回。择日宣判。一白，你等一下。
阿姨，对不起，以前是阿姨糊涂，没把你当回事儿。这笔钱我们认，你能不能别把事情做绝？法律判多少你们就还多少，其他的跟我无关。江一白，法庭上你赢了又怎样？在网上，老子用口水淹死你！这种人就该社会性死亡。转发、点赞、买个热门。你看热搜了吗？那个拿到勒索的，是不是咱们部门的江一白？看着像啊，真没看出来他是这种人，太可怕了吧！周家的人就只有这点手段了吗？你好，是平台法务部吗？我是热搜事件的当事人江一白。对，那个视频是恶意剪辑，我手里有事发当天的完整监控录像，以及早前已经做过司法公证的证据链。所谓持刀，是我折断自己银行卡的动作。我要求平台立刻停止侵权，删除造谣帖子，并提供发帖人的实名信息。我会追究他的刑事责任。这波流量赚翻了，看你江一白以后还怎么见人！什么情况？公证材料？不可能！他怎么会提前做公证？查到我头上了！江一白这个疯狗，居然连公证处都搬出来了！姑父，江一白把事情闹大了，现在网上全在骂我们周家仗势欺人，您赶紧让公关部出手，把热搜压下去！压热搜？你拿什么压？拿你那个被封的匿名账号吗？姑父，我那也是为了见川哥，为了咱们周家的面子，为了周家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这是你为了养你那个破营销号博流量，居然把周家下半年的竞标底价当成内部瓜爆了出去，你知不知道这让公司损失了多少钱？不是的，姑父，我当时只是想引流，我没想泄露机密，我马上删。删？账号都被封了，你拿什么删？竞争对手早就截图保存了。姑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您帮帮我，江一白那边还要告我诽谤，你不能不管我啊！管你！周建川那个蠢货在婚礼门上丢尽了周家的脸，我已经当没生过这个儿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拿周家的核心机密去填你的虚荣心？姑父，你要赶我走，我可是为了周家才去招惹江一白的。周家不需要你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。通知人事部，立刻解除周景在分公司的一切职务，收回配车，停掉他名下所有周家的附属卡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给周家干了这么多年脏活，你们用完就扔！再多说一句，我就让法务部以泄露商业机密罪起诉你，让你直接进去陪周建川滚！周家这座靠山终于自己塌了。赔偿，有些账不是钱能算清的。阿姨，您别这样，有话站着说。一白，阿姨没脸来见你。坤坤他已经丢了工作，没脸待在这座城市，一个人跑去外地了。这是他走之前熬夜写给你的信。他知道错了，你们逼做了7年的兄弟，他就是一时糊涂。阿姨身体也不好，天晚整宿睡不着，就盼着你们能和好。你能不能看在阿姨这张老脸的份上，给他出个阿姨求你了。信我收下，您早点回去休息，别在外面吹风。那你这是答应原谅他了？阿姨，一码归一码，您慢走。7年，我以为的踏实，
不过是别人眼里的笑话，何坤坤的算计，沈魔妖的理所当然。如果写满怨恨，是不是就能证明我没有白白付出？纠缠下去，消耗的只是我自己。他们不配再占用我的人生。不谅解，但不恨；不谅解，不谅解是守住我最后的底线，是放过我自己。这笔烂账到此为止。白纸黑字，终于清了。7年了，这是我睡得最踏实的一觉。新的一天，该回公司了。